Hello， 大家，今天这部影片就来比较一下 Apple Watch Series 6跟 Apple Watch SE 的差别，还有我使用1个月的使用心得，跟我会推荐你买哪一个。好，那我要先跟你们道歉，是我刚刚拍开箱的时候完全没有按到录影，所以完全没有画面。那左边这是 Apple Watch SE。 是 GPS 版本，然后我是买金色配粉砂色的表带，它基本上就是把它们装在这个盒子里面啊，对。然后右边的就是不锈钢的 Series 6版本，那很大的差别就是它们的盒子啊，这个它是类似刻印的，就是它是凹进去的。好，打开一样是手表本体跟表带。 然后装起来就是长这样啊，这是 LTE 版本的，因为不锈钢只有 LTE 版本，可因为它比较贵吧。那我为什么买2只呢？因为我这一只其实一开始它官网的颜色它是金的，但是它买来的时候，它这个金其实没有很金，它是偏玫瑰金，但画面中看不太出来。所以你们如果要买这个，然后想要觉得它是金的话，你们要就是考虑一下，因为它不是金，它是玫瑰金。 那我已经戴了这只戴1个月了，然后最后就是受不了，所以才下定了这一只。好，那他们这次都是没有附豆腐头的，只有充电器。最大的差别就是它这个是 SE 的充电器，它的材质是都一样的，但 Series 6的材质就是旁边跟背面是类似不锈钢吧。但我其实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是买的是不锈钢版本，所以有特别的材质。好，那给你们看一下它们近一点的对比。 不锈钢版本因为是 LT， 所以它这个表冠还会有一个红色的一圈。那来讲一下材质的差异好了，它就是旁边 SE 的旁边就是铝金属嘛，那这个旁边就是不锈钢。那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它的玻璃啊是不一样的玻璃，这个是蓝宝石玻璃，基本上就是你怎么刮都不会有任何东西。那这个的话是 INX 玻璃，你刮了，你可能跟钥匙刮会有东西，但我实际上佩戴这个1个月下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刮痕的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如果怕刮花的人，其实不用太担心。来拍一下实际戴起来的样子好了，对，非常之粉。那我这样已经看了1个月，所以我最后是真的受不了，我才买不锈钢的。哦，整个就好多了。 好，那我来讲讲我1个月的使用心得跟推荐你们买哪一个吧。那我先讲外形好了，如果你们是为了外形要选的话，那只有6才有红色跟蓝色跟不锈钢版本，所以你原本就不考虑铝金属版本或是金银黑这3个颜色的话，你就是直接买6就对了，这个想都不用想。 然后外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如果你是男生，然后你想买金的，你想要是那种很霸气的金，这绝对不是很霸气的金，这是玫瑰金。我刚刚给你们看的那个对比就很明显有差别了，所以你们如果真的想要买金的话，就不想要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，你们一定要去现场看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金，不然你就会跟我一样。对，但是还好啦，反正我这次就给我妈用。 好，再来一个使用2只最不同的差别就是 ，Series 6是有水显萤幕的，但 SE 是没有的。那你们要看手表，你们势必也是这样看嘛？你不可能这样看嘛？你这样看不到啊，因为我是看到这边，所以我一定要翻过来手腕我才看得到。好，那这样会比较方便吗？其实是会的，因为有时候假设我是 SE 好了，我要翻过来，它有时候不会显示。 因为有时候你那个表面会到太后面，你可能没有用的很紧，它会到太后面，所以你转过来的那个弧度其实是不够的，你会看不到。那除非你是刚好你的手就很 match 这个表带，然后你怎么转都是刚刚好的，不然最后就会导致有好几次我都是这样，就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 那这个的好处就是你放桌上，因为它是水显的，你也可以这样直接偷瞄一下，其实就看得到时间了。啊，有些人可能会担心，那 Apple Watch 不是可以接收讯息吗？如果有人传讯息过来，水显萤幕不就可以让别人看到就是讯息吗？其实是不会的，因为水显萤幕它虽然是水显，但是讯息传过来的时候，它会是模糊的状态，一定要你手这样翻过来，你才可以看到讯息的内容。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的讯息会被偷看。
好，再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差别，血氧功能，基本上我是觉得用不到，完全用不到。那我测过几次都是90几到100%，除非你有什么特别的需求，就是你可能有这方面的疾病，不然我一个正常人使用下来，我是觉得那个血氧 Apple 完全用不到，我也不会在乎我自己的血氧浓度是多少。好，那 GPS 跟 LTE 版本怎么选呢？ LTE 版本基本上就是你的手表可以自己上网，它的优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如果出门的话，你就可以用它回讯息，就不用带手机，然后你听音乐也可以直接线上听。但如果你是 GPS 版本的话，你就必须要先在家里先下载好音乐，你这样出门的时候你才可以离线听，就可能跑步的时候。然后 GPS 版本也不能上网，一定要手机在旁边才可以上网。那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买到 LTE 版本的，况且 LTE 版本你还要自己再额外付网路费给手表。而且如果你是 LTE 版本又可以上网的话，那它势必耗电量会比较高，可能会撑不了1天。但我2只都是用 GPS 的状况下，都是可以撑满整整1天，然后还有20-30% 的电量，所以我觉得电的方面的话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就是1天1充就刚刚好了。那充电我就是建议你们洗澡的时候脱下来充，然后充大概1个小时左右。我个人是睡觉带着，运动也有时候会开它的 App。对，那我们就直接衔接到运动方面。因为它可以看你的心跳，所以它基本上可以算你的消耗的热量。然后它运动也有很多个不同的运动可以选。但我后来用久了，我就发现，其实它那个计算消耗的热量是不太准的。因为如果你是传统健身的话，它也是看你的心率。那你传统健身，你势必你在做的时候，有时候心跳会飙得比较高，它就会觉得你你燃烧一堆卡路里。然后可能我一个重训练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下来，它是给我燃烧个800大卡，但实际上可能才400大卡而已。所以在重训方面的话，健身方面它是比较不准的。但如果你是有氧方面的话，我觉得它的准确率应该有高达95%，像是室外走路啊、室内跑步机走路啊、脚踏车，我觉得都是蛮准的。所以我现在只有有氧的时候我会开运动功能而已，我重训的时候我就不开了。重量，好，重量，因为我这是不锈钢版本的，跟铝金属还有这种运动表带相对来比，它一定是会比较重。但是实际上用起来真的有感觉吗？完全没有。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在健身的关系还是怎样。其实这可能几十公克的重量，其实你真的是不会有什么感受的。那总结该不该买呢？它不是一个必需品，但是如果你想买的话，基本上你如果有在看这支影片，你就是有去搜寻，然后才会看到，就代表你已经想买了。那你如果有预算方面的考量，就是先 S1。如果没有预算方面的考量，想要用久一点，想要它比较抗刮，想要它比较帅，你就是直接买 Series 6的不锈钢版本，或者你要买其他也可以。它还有钛金属版本但我是觉得钛金属版本不是很帅。就你要买钛金属的话，你不如就买铝金属就好，因为我觉得它们看起来差不多。对，那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们，那我们就先这样 ，peace。